大师兄，你今天丢人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！啊，我累死了。接着，这种石壁结界可以抵挡一切的攻击力，你这样打也是白费。那你方才怎么不早说啊？是谁说这种力气活还是交给男人比较好啊？你这种大男子主义，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永远都记不住。那怎么办呢？不，哇！老祖，九莲和静宁他们会合了。会合了？是，不仅如此，他们好像还要去找寒煞和地火。寒煞地火，那是什么？河原叶，和黑白丹差不多的东西。它的能量比原叶、黑白丹强上1000万倍，可以让人大幅提升修为。龙儿，看来我们有必要也跟着去一趟。静宁哥，快让你的赤芒蛇出来指路啊！腿都快走断了。你想得美！这里有结界，一般的妖兽在这里根本施展不了功力。纪宁的赤芒蛇跟余威的神鸟都一样。不过这里广阔无垠，倒是挺不错。越是平静的地方，越是暗藏杀机，大家千万不要放松警惕。没错，我感觉一股很强大的能量就在我们周围，但这股能量经过严密的伪装，一时半会儿我还拿不准是什么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快走！这个龙卷风来得如此蹊跷，一定有大妖作乱，我们静观其变。报！老祖，他们都进入荒漠了。教主，他们有可能会被卷进龙卷风。九莲，九莲，哎，这刚刚才暴露了身份，现在那边不止他一人，你这样冲过去算什么？你忘了我们这次来是要干什么吗？我没有忘。可是九莲他会有……那边有邋遢道人在，他们不会有危险的。可是师公，没有可是。嘿。
师兄，抓紧了！雨薇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找找大师兄他们在哪儿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小莲，我在这儿呢，快救我！小心！没事吧？那还好有你们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大师兄呢？不知道。郡主，来，快上来！木头，纪宁、余威，你们在哪儿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现在还在结界当中，现在赤芒谁也帮不了我们。看我的！哎，那个，带我们去找一下那股能量啊！哎，木头，没想到你的法力大进啊！走吧。当然了，你们都进步了，我可不能落后你们太远呀。走。木头，小心！射！一会儿再说，技能哥，先斩大妖。
呀！呀！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个妖是什么来头啊？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精大妖，他应该是在保护寒煞。那季宁他们不会有事吧？季宁他们应该能对付。少主，少主，老祖在等着你，快跟我回去吧。少主，你们没事就好。我得先走了，自己小心。嗯。停了，这是哪儿啊？这里还是沙漠啊？对啊，啊，不过我的傀儡在这停了，说明这里肯定有问题，在附近找找。好。奇怪，这明明是一片沙漠，怎么吹出来的风这么寒冷啊？那没准儿，寒煞就在这附近喽。哎，你看，那是什么呀？九州录中有记载，日、月、星辰三者同时显现，必有异象会发生。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哎，那儿有个岛，是不是幻象啊？小岛是个幻象，但由其光束投射出的部分，很有可能是他的实体。哦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大师兄他们应该也能看得见。若大师兄他们能看见，一定会联系我。那为什么一直没有动静啊？难道大师兄他们出事了？九莲，季农怎么会来到这儿呢？你们看这是什么？啊，怎么沙漠中升起了一座岛啊？我看过太多的异象，如此绝景却从未见过。寒中蕴火，煞中隐山。九州路说的果然是真的。啊，沙漠中有寒煞，那就说明山中一定有地火。不好，是结界！我们走。跑！走。
这些日子，让你暗中追踪季农，可有什么发现？是，门主。属下发现，季农跟少岩氏的人关系亲密，跟玄纪老祖更是亲近。而且，属下还发现，季农身边最近多了一个女子，名叫墨尘。她口口声声叫季农少主，这个女的就是少岩氏的人。看来季农真是有事隐瞒，我们都被他给骗了。童玉一事恐怕也是被算计了。那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据探子回报，他现在在妖莲山附近。好，那你速速去查清楚，他卧底在这里的真正目的。是。你们俩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这是哪儿啊？魂被吸到另外一个空间了。哎，那边有个洞，要不要过去看看？走。这是哪儿啊？木头、季宁、雨薇，你们赶紧去找大师兄会合，这里我来顶住。不，我要留下来帮你。木头，照顾好余威，快点去。等我们找到大师兄，就回来帮你。好，快走，走。难道你就是混沌界域的上古大妖蒙精？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？你和火红仙子有什么关系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如果你不想死，快把那一单交出来！我明白了，那个人根本不是火红仙子，只是有一丝近日相像。要的那单就是为了着那个女人体内混沌之气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
少子，上坟。多谢师公相救。你是少主，我阻止不了你的选择，但是我希望你谨记，你身上背负的是少严氏的未来。我从未忘记。从未忘记？那你一再出局是为何？那是意外。这种意外，我不希望再发生。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？情乃是一把刀，它会伤害到你，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？对不起，师公。这句话你不应该对我说。木头，哎，大师兄，木头，雨薇，大师兄，金宁呢？怎么没跟你们在一起？金宁在那儿抵抗那个上古神妖，他让我们先过来找你们。啊，那我们快去救他呀！等一等，有人过来了。金宁，哎，金宁哥，你没事吧？雨薇，快点服下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龙津大妖的内丹，也是太上忘情的解药。解药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练了太上忘情？我全都知道。之前我是担心你会被太上忘情的反噬所伤，所以我对自己说，在还没有找到解药之前，我是不能靠近你的。金宁，据我所知，这太上忘情是没有解药的。你是如何得知这内丹可以救治余威呢？是长兴师尊告诉我的。他跟我说过，得到上古大妖的内丹，可以化解任何功法的反噬。余威，只要你服下它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你就会没事的。太好了，那你赶紧让余威服下内丹，然后你们两人在这里休养一下。此处并非久留之地，我先去外面打探一下。好。金宁，谢谢你。原来余薇姐一个人默默承受了这么多，她一定很不好过。我也觉得很感慨，他们两个一路过来经历了那么多艰辛，如今看到他们两个人能在一起，我从心底里替他们高兴。哇，这好漂亮啊！你们快过来看！哎，我们也去看看。哇，这地方好美啊！好漂亮！怎么样？
你们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地火。原来这个就是地火啊！既然来了，不采集地火就太可惜了。封禁大阵。您说封禁大阵？这里怎么会有人用这个？不好，这是空间碎裂的前兆。方才我感觉到这个妖莲山存在着几个互相独立的时空碎片。要是有人走进这个碎片，并且动用了大阵斗法，该时空碎片它所承载的能量就会超出了负荷。一旦超出了这个时空碎片它所负荷的极限，那这个时空就会碎裂。也就是说，时空一旦碎裂，这整个时空的一切都会消失吗？对，包括在这时空碎片里面的人。对。龙儿，你怎么了？难道你不想让季宁去死吗？九莲还在。站住！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你想去救九莲是吗？还有季宁。没错，我是想去救九莲跟季宁。糊涂！难道你忘了？这次我们来是要夺得天阶法宝，可不是要暗地里保护他们。还有，要是他们都死了，这才对我们有利呀。师公，我想要堂堂正正的跟季宁较量，为我的父母还有我的族人报仇，而不是亲眼见他去送死，而见死不救啊！愚蠢！他的结果就是死，这个过程重要吗？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少主，您就别顶撞老祖了。成大事者，一定要做到无情二字。龙儿，你终究还是没有突破这一关的。你夺我内丹，我要报仇！你娘的寒煞和地火都在我这儿，如果想要，自己过来取。虚月，你没事吧？好重的血腥味儿！哼！你们这些娃娃，坏了老夫我的好事！我已然盯着那龙精大妖多日，本待今日捉拿炼化，但是我的计划却被你们给搅乱了。前辈，请留步。还有什么事？灼灼血莲，妖星乍现；寒中运火，沙中隐山；龙精既现，血染苍鸾。这可是寻找天阶法宝的提示。我看前辈身穿血色长袍，更是为了龙精大妖而来，正好合了最后两句：龙精既出，血染苍鸾。小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们都是黑白瘸宫的弟子，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天阶法宝，加固两界的封印，保护赤明界域。如果前辈真的是诗中所说的智者，那你一定知道法宝到底在哪里。这里根本就没有你们要找的什么天阶法宝，我劝你们速速离开。
前辈，那个法宝对我们很重要。属下也严密搜寻，并未发现丝毫踪迹。可能纪宁等人已经……难道纪宁跟九莲真的消失在时空碎片里面了？据我的灵识感知，妖莲山的构造极其复杂，恐怕连接着很多的时空碎片。要是真的发生了时空碎裂，那纪宁等人很有可能给甩到其他的时空碎片之中。您的意思是，或许他们还活着？看来你的心底还是把纪宁当作最重要的人，你根本就不想真的与他为敌。罢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的年纪还轻，以后要走的路，要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这些事情都要你自己去慢慢的经历。现在嘛，不妨在附近驻扎下来，静观事情的变化。也好。墨尘，找个安全的地方驻扎，切记不要暴露行踪啊！是，老祖。你看，云薇，怎么样？我来帮你出真气。大家聚在这里，不利于他们传送真气。我们到边上守着。好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我没事了。大家都还好吗？大家都没事，就你最傻。明明受着反噬，还要意志硬拼。你还不是斗不过那龙精大妖，却最终替我把解药拿回来了。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是怎么让他交出内丹的？还能怎么样？硬拼就是了。萧晴赢了他，就逼他把内丹交出来。但我没有想到，他找你报仇来了。你呀，莽撞！那我这样做，还不是为了你？哎呀，感情这东西真是麻烦呀。越是珍贵的东西越麻烦。感情虽然麻烦，但是人没有了感情，跟花花草草还有什么区别？哟，你这千年的木头终于开窍了啊，还能说出那么有哲理的话。看来我们东林把你调教的不错啊。哎呦，你，哎，大师兄，你看那是什么？纪宁。
我看这里好像是一个村落遗址，而且貌似荒废了很多年啊。金宁，娘，娘，金宁，金宁，金宁，你冷静一下。我娘亲呢？这是时空碎片产生的幻象。我看到我娘年轻时候的样子，这到底什么地方？玉池市？难道这里就是玉池市吗？我明白了，这里就是曾经的玉池氏部落。如果这里是玉池市的旧址，那进去里面一定能发现当年惨案的线索。哎，这个结界为什么是血红色的？这叫血咒。血咒？什么东西啊？所谓血咒，就是用鲜血设下的结界，通常是氏族为了抵御外人而设下的一道屏障。我明白了，那就是说，只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进入。哎，西岳郡主刚才是怎么进去的？莫非郡主，你与纪宁是亲人？其实西岳郡主是我表姐。对不起，诸位，我们并不是故意隐瞒大家的，因为追查氏族惨案凶险万分，一旦泄露便会引起凶手的注意，所以我们不得已才隐瞒至今的。纪宁，你真的要去吗？我跟姐姐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这有可能是我们查出真相的唯一机会。真相肯定是要查清楚的，你们放心去吧，我们在这里等你。放心。纪宁，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等我。小心。姐，我们走吧。
宁儿，啊，此处气氛诡异，我们要当心。走了这么久还没有找到线索，不如暂且在此休息，理清思路。好的。宁儿，啊，此处气氛诡异，我们要当心。走了这么久还没有找到线索，不如暂且在此休息，理清思路。好的。起！起！擅自闯入者死！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闯禁地！古树前辈，我是尉迟西月，尉迟氏族长尉迟山的女儿，这是我表弟尉迟雪之子季宁。婆婆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和你雪儿姑姑虽然侥幸逃脱，却下落不明。没想到老天有眼，让你们平安长大，并指引你们来到这里。月儿、宁儿，这些年你们过得还好吗？姑叔婆婆，我们这么多年过得都挺好的。其实，我跟姐姐这次是希望可以查清楚尉迟氏当年灭门惨案的真相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年之事，牵涉太深，说来话长啊。婆婆，您这是何意啊？你们或许想不到尉迟氏还有其他族人。哎呀，都进去那么久了，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？空间不同，时间也会有所不同。别看我们已经等了这么久，他们另外一个空间也许只是一会儿。咱们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我去弄点吃的和原叶酿吧。嘘，你弄的东西我可不吃，我要去给我的愚公找材料去了。嘿，哈，嘿，那我也去四周转转吧，找点草药，小心点儿。那这里就麻烦你先守着了。季宁，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为什么太上忘情的解药没有用？师公，
我方才确实感觉附近有人。妖莲山人迹罕至，怎么会有人来？你弄错了。我很确定我并没有弄错。禀告老祖，我在外面发现了无间门的水翼。水翼？嗯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杀了他！是，跟我走。等等，师公，水翼会来此处，一定是受了东七的命令。若是我们轻易把他杀了，东七只会更加怀疑我们。少主别担心，墨尘再去查看一次便是。龙儿，你不用紧张。师公，我还是去看一看吧。水翼就在外面，你想让他发现吗？门主，就是这里。纪宁等人为了找天阶法宝而来到这里，如果属下没有猜错，纪农应该也是为了天阶法宝而来到这里。哼，他要找天阶法宝，无非就是想献给神王，将我取而代之。看来这个纪农真的是不可小视。门主，要不要将他杀了？不急，先看看再说。哈哈哈哈哈！真是愚蠢！你是谁？这龙津大妖是混沌界域的人，怎么会轻易给你解药？你想看什么？为报当年尉迟氏的救命之恩，我已经守护了尉迟氏1000万余年。尉迟氏的大事小情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那凤族和尉迟氏为何同时被灭族？神王野心勃勃，妄想掌管整个3界。赤明界域作为主战场，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。女娲娘娘的得意门生就是尉迟氏和凤族的始祖。女娲娘娘为了拯救3界，将神王封印于无尽虚空之中。本以为神王能够就此悔改，没想到他许下毒咒，妄图破除封印，重回3界。女娲娘娘每每想到神王许下的毒咒，便会心生不安。数千年后，天界将女娲娘娘召回。临行前，女娲娘娘召集尉迟氏和凤族2大氏族，守护神王封印。尉迟氏和凤族谨遵女娲娘娘之命，世代守护神王封印，从未有失，直到血案发生。弟子必谨守封印，看守神王。月儿、宁儿，
尉迟氏和凤族的渊源就是这样。当年我尚年幼，还未来得及知道这渊源。当年尉迟氏和凤族被灭族的同时，神王的封印开始松动。难道灭族的事情和神王有关系？当年女娲娘娘将补天灵石一分为二，交由2大氏族保管，正是为了加固封印，镇守神王。20余年前，2大氏族被灭，补天灵石被毁，神王封印松动，回归之时便指日可待。可是，只是为了打破封印，拯救神王，只要毁掉灵石就可以了。可为何还要把尉迟氏和凤族灭族呢？这当中可有其他的玄机？孩子们，跟我来。雨薇姐，你要坚持住啊！大师兄，可惜呀，可惜，这酒壶可是我向酒仙老祖特意讨过来的。你一个大男人欺负2个弱女子，你师父没有告诉过你要懂得怜香惜玉吗？我师父告诫过我，除非遇到大恶之人，否则不能轻易用剑。今日便是我用剑之时。雨薇姐，雨薇姐，大师兄，雨薇姐不行了，你快过来！快放她下来！雨薇姐，雨薇姐，雨薇姐，你怎么了？脉象这么弱，九莲，快把木头叫回来。好，雨薇姐，你挺住啊！风儿，你看谁来了？二叔，月儿，月儿，二叔，当初分别之时，你还是一个孩童，可这一转眼，你都长大成人了。二叔，二叔，这是宁儿，是雪姑姑的孩子。宁儿，宁儿，好，舅舅，好啊，好啊！当年你恰好不在族内，没想到阴差阳错幸免于难，真是天不枉我尉迟氏。舅舅，既然你还活着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不和我娘联系呢？唉。当年灭门之时，我离开氏族，外出游历。待我回来以后，才发现整个氏族已经被毁灭。我当时
我当时悲痛欲绝，想随他们而去。后来有一位高人将我救下，还传授了我一个封存时空的方法。封存空间之法？对。玉池市的惨案蕴藏着惊天的秘密，我必须继续活下去，带着这些秘密，将这些秘密传给幸存的后人。所以，我用尽我全部的法力，将玉池市的灵地封存在这个时空碎片当中，等待你们的到来。你的意思是，玉池市和凤族的任务，并不单单只是为了守住神王的封印，那还有什么呀？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开启种子。种子？这颗种子便是女娲留下来的。为防止神王冲破封印，我留下这颗种子。如果封印松动，种子就会萌动。即便神王真的冲破封印，由你们的后人以阴阳之力发动法术，便可得知种子的下落。种子蕴含着我体内的女娲之力，一旦觉醒，必将打败神王，永出战患。弟子谨遵师命。这个秘密由两族的族长世代相传。若不是古树婆婆告知我，时至今日我也不会想到神王竟会有如此大的野心。我知道神王为何会不惜将我们灭族了。他定是忌惮女娲娘娘留下的种子，只有斩草除根，才会让秘密永远的消失。这样他就可以确保他的阴谋不受阻碍，最终侵吞三界。那这样看来，神王的目的似乎已经达成。有谁知道种子的下落？还有谁能阻止神王呢？由此看来，这也是好事。无间门是神王打探和搜集消息的工具。既然无人知晓种子的下落，无间门也无从找起。无间门为虎谋皮，罪孽罄竹难书。不，此事并非无间门所为。什么？当年的确是童鱼带人犯下的恶行，但是他所带领的徒众却是雪龙山卫队假扮的无间门。我不明白，童鱼是无间门的人，却带着雪龙山行动。难道这雪龙山早就被收服，为无间门所用？只有一个解释：童鱼直接接受神王的指令，而犯下血案。他为了隐瞒东七，才选择带领雪龙山完成任务，而作为门主的东七对此事却毫不知情。雨薇，醒一醒，你醒一醒，你不能就这么离开。季宁还没有回来，醒一醒啊，雨薇！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水翼？难道东七也在附近？门主不在，我来此乃是为了无间门的内部事务。
余威这是怎么了？他怎么会这样？天才师尊当年救下余威的时候，他体内的混沌之气已经失控。为了抑制混沌之气进一步失控，师尊在他的丹田设下了一道金符护体。如今金符涣散，代表他真气即将散尽，生命垂危。余威已是在弥留之际。东七是来自混沌界域的人，余威现在遭受的正是混沌之气的侵袭，我们都没有办法，东七一定有办法。此事要是让门主知道的话，恐怕什么？这事只有东七帮得上忙。我求你，求你回去禀告东七。纪年和余威，门主和南君，此事恐怕门主也帮不上忙，但是我一定会向他禀报。有劳了。余威，余威，你醒了。大师兄，纪宁回来了吗？大师兄，余威，你的眼睛……真气散尽，元神涣散，一切都是以五感消失为始。大师兄，这些我们不都是学过的吗？天地万物都会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，这一切都是因缘注定，不是你我能够改变的。从我对纪宁动情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。你早就知道你身上的太上忘情并没有化解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说不说又有什么用呢？此生能够遇到纪宁，我已经知足了。只可惜临终却没能再见上一面。余威，你别这么说。也是个遗憾的事。我一定会让他跟你见上一面。余威，坚持住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。余威。舅舅，实不相瞒，这一次我们来除了为了查明当年灭族的真相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任务。哦，不知是何任务？我们来妖莲山，目的是为了寻找天阶法宝。你们可知道天阶法宝的下落吗？
对呀，古树婆婆，您可否告诉我们一些线索呢？不，我们常年生活在这时空碎片当中，如何能够知道关于天阶法宝的事情啊？你看这个天色已经不早了，要不古树婆婆，你带他们两人先去祭祀祖先啊。二位，跟我来吧。婆婆，二叔为何不随我们一起来啊？他还有另外的事要做。婆婆，关于天阶法宝，你们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我们急需天阶法宝来修复神王封印，若耽搁太久，没能找到天阶法宝，赤明界域和混沌界域之间就会畅行无阻。但事后即便拿到法宝，也于事无补。一旦封印消失，到时候混沌界域的力量就会冲击而来，届时天下苍生将置身于水火之中。关于天阶法宝之事，我当真分毫不知。你们不要再问了。婆婆，此事事关重大，绝非儿戏，所以即便是零星的线索，你也一定要告诉我们啊！我们绝不会放弃。祠堂就在前面，你们自己去吧。婆婆，月儿和宁儿还在追问天阶法宝的下落。他们也是为了整个赤明界域的安全着想。如果拿不到天阶法宝，两界封印一旦被打开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够了！又是为了赤明界域，当初若不是为了整个界域的安危，我们尉迟氏就不会惹来灭族之祸。风儿，当日大哥当族长之时，我曾再三劝他，趁早将守护神王封印这负担转交给其他氏族。可大哥非但不听，还将我赶出氏族。哼！住口！整个尉迟氏世世代代承传的使命，怎么在你口中变得如此不堪？你这样说，如何能对得起尉迟氏死去的族人？我没有说错。现在的赤明界域早已不复往日的团结与安宁，每个氏族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惜互相残杀。我尉迟氏不惜冒着灭族的风险去保护赤明界域，可雪龙山呢，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将我们斩杀殆尽？可是我们被灭族之后，又有谁来替我们伸冤复仇？整个赤明界域皆是自私自利、忘恩负义之徒。这样的赤明界域，我们又救他何用？风，你真的忍心对赤明界域不管不顾吗？曾经的错误，我是不会再犯。待我用天阶法宝治愈我哥之后，我们就在这时空碎片当中繁衍生息，重振尉迟氏，永不回赤明界域。
我找到了余威，催动了太上忘情，眼下他们十分的被动。余威重伤，东岐不会放任不顾，一旦东岐出手，必将自损1半修为，给余威疗伤。他还有什么力气跟我们斗？明啸，你这步棋下的果然巧妙，连我都不得不佩服你啊！话是这样说，但是却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这个问题就是东岐到底会不会去救助余威？眼下形势瞬息万变，而救余威性命，便会消耗巨大的修为。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如果换作旁人，也会看穿这个计谋。哼，看穿又如何？就算东岐知道这是你我针对他的计策，我想他也不得不干。你就这么了解东岐？东岐的城府虽深，可是却有一个致命的软肋，那就是南君。我一度想了解这个人的欲望，可我发现这些东西在他眼里比不上南君一根毫毛。于是我便拿南君作为控制他的筹码。南君也是回天乏术，东岐耗费修为保留他一丝气息而余威，东岐会不惜生命为他做任何事。在这世间，痴情之人最是让人羡慕。我现在对东岐倒是刮目相看，若没有这些事情，我会与他交个朋友。你和他？这真是太好笑了！你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你和我才是一类人，我们都是为了野心，可以不惜一切。好了，没有其他事，我先走了。怎么，你受伤了？一点小伤，连天才道人都伤不了你分毫，就凭那几个晚辈，也能伤到你？神王，你虽工于谋略，可终究没能参透这世界。我万万没想到，二叔竟然私藏天阶法宝。尉迟氏为了保护赤明戒域的安危，牺牲了整个氏族。二叔竟然把天界法宝据为己有，我真的好失望啊！我倒是可以理解二叔，毕竟他说的都是事实，我们无法反驳。尉迟氏从未亏欠过赤明戒域，可赤明戒域却将我们遗忘了。换做任何人，都会觉得不公吧？可是，二叔他为何不直接说明情况，而非要这样欺骗我们呢？二叔这么做，更多的是为了自保。如今赤明戒域暗流涌动，各个势力明争暗斗，二叔这么做是明哲保身。可如果想要对抗神王，所有氏族都必须要放下私心，团结一致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保护赤明戒域。宁儿，你看，
大胆！又是你，竟敢私闯禁地，找死！父亲，他是舅舅。你们到底是谁？我是尉迟西月，是尉迟山的女儿。主人，快看看，我们的月儿还活着，她还活着！你管我舅舅叫主人，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我便是天阶法宝的器灵。没想到，天阶法宝竟然在我爹手里。其实当年，在灭族之事发生前，无间门的人就曾经私底下找过主人，让主人交出补天灵石，更以整个尉迟氏的安危相威胁。换作是我，也难以选择。其实主人并没有犹豫，就连族中的有些人也提出，为了保护氏族的安危，将补天灵石交出。可主人却说，不交灵石，牺牲的只是尉迟氏一族；要交出了灵石，牺牲的便是整个界域。既然牺牲不可避免，为了大局，那么我们只能牺牲自己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众多寻找天阶法宝的人当中，选择了他做主人。即便主人现在无法醒来，可他的气节千古长存，永不磨灭。纵然我年长他数千年，但是我仍然将他奉为主人，一生相随，至死不渝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就这样一直守着我舅舅？我将主人放在此处，并非为了纪念，而是为了能够救醒他。当年我前往冰寒之地取来冰石，就是为了保存他的最后一丝生机，进而寻找能够治好他的办法。没想到，当年我爹竟然没有惨死在他们手里。尉迟氏后人仍有女娲的神力保佑，女娲的力量让他免于一死，但不能治好他的伤势，让他醒来。只有得到天阶法宝与千古神兽的双重力量，才能治好你爹的致命伤。原来，你追击龙精大妖，
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龙井大妖狡猾万分，这次错失良机，不知下一次要等待何时啊？且慢，我知道二叔瞒着我们的原因了。救治我爹和巩固封印，都需要天阶法宝的帮助。这就是天阶法宝。天阶法宝的神力是有限的，巩固封印和救人之事，两件事只能完成一件。姐姐，这关乎到舅舅的生死，那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宁儿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天阶法宝，风儿，舅舅，鱼儿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爹当年是如何的疼爱你，你是他的掌上明珠，是他的一切，你忍心让他躺在这里吗？